大家看还没画啊，这倒影还没画，是我故意刚刚画了以后故意留下来的。我可以在这里稍微加上2棵像这种形式的树，比较深的树啊，加上2棵。就是你看我们照片上很多啊，照片上很多哈。这里加这个树的颜色的话，也可以用点暖色调，我们可以调点颜色。它这个远处的树也不要太深了啊，可以适当的调出一点紫墨色啊，紫墨色出来，正好可以看一下哪个地方你觉得不太舒服的。你比方说，我就觉得这一块是吧，它不是太舒服啊，不是太舒服，然后我就可以通过这个，目前这个颜色肯定比后面的树的颜色要怎么样啊？要深。当然也是一样的哈，就是在加的时候呢，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就要注意不要把这个树啊画的太高啊，不要画的太高。你看我现在这个树是吧？你肯定觉得哎呦，比前面这个树还怎么样？比后面这个树还高还怎么样了？都无所谓，为什么？它是前面的，但是比这个树比起来。是吧？或者是比起这旁边这个树比起来，那它高它好多倍了，啊，是吧？高它好多倍了。所以说，单独看这么一棵树呢，你会觉得，哇塞，这个树太唐突了，是吧？感觉到突然一下前面来这么一棵树，好，所以说会给它在旁边，啊。对呀，再加上几颗，加完以后很简单，在这下面点点苔。在下面点点苔，好，点完以后，我们将这个笔，为了让这个树跟这个山，跟这下面这个石头更加的协调，我甚至可以在下面勾它2笔，你看稍微勾上2笔以后，它们就协调了哈。这个基本上也干了，干了以后这个才好画那个。远处一点的这个就用远山画那个画雪山的这个颜色来染它，倒影都可以。我刚刚。这个下面不管它哈，其实都没有关系的，直接就把它染下来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树虽然上面是镂空的，下面其实完全都不太
没关系了。所以呢，我刚刚是直接把它染过去的。3支点子笔制作完成之后，每次在用的时候要把它洗干净的，要不然你里面很多墨的话，你到时候像特别点数，你调颜色的话，里面有很多墨是不好的啊。所以是在制作的时候是用胶墨粘好放在边上，不管它，但是制作完成之后，每次要洗笔的。啊，这个也是，哪怕真的就是一点点的感觉呢，你都会感觉到哦，这个倒影直接到了这前面来了，啊，这个没关系的。一会儿这一块是很亮的，说这一块我们基本上就不要去染太多，好，都让它留下来。好，把这一块解决了以后，我再看看啊。这边呢？这边，这边呢？其实我很少画毛流，也画不好，我干脆就画水流吧，黄流。这个也不要画太大，小一点。其实画这个呀，就是一种感觉，啊。现在你看呢，还看不太出来。一会儿到时候像这个草都是比较这个，那个什么呢？黄的啊，因为草很深，所以有时候都看不到牛角。P 不对的，有一点这种感觉就可以了啊，有点感觉。好，基本上我们这个就墨稿画好，我先照相，照相以后还有点时间先染一下。大家也可以自己画牦牛啊，可以的。有的时候画野猪都行。好，我们现在先给大家把这个像照一下以后，墨稿的像照给大家。好，然后就可以先干染了，因为时间很紧哈，时间很紧，我们就这动物些哈，
在整个的环境上啊，你就一点点感觉，千万不要去把它画的，因为我们这的话不是以动物见长啊，所以说就先别忙，我先干染了以后，好，然后再去点这个树，要不的话一会儿点了树再去染它的话，它就容易怎么样呢？啊，就容易这个不太舒服哈，好，我们现在调整颜色。要不了这么多。前面这个30，那基本上大家看我另外一张构图哈，那是非常非常深的啊，这个色调还有点紫色调的感觉，所以说我们这里就直接啊，太浅蓝加胭脂，直接就把它怎么样呢？最好像这些啊边缘都是先把它染了。染的时候要注意，我先把下面染了，染了以后直接上面有点颜色去过渡。莫狗已经给大家拍照了啊，已经拍照了的。这为政治上课，我开始还刚进来，刚刚我还专门说了我要给大家拍照，还专门拍了照。好，你看现在就是把这个下面先染了以后，顶上留下来调整颜色。这个时候就要干什么？就要把这个盘子啊，就要注意了，把盘子边缘这些都把它洗干净，把这个颜色调了以后，一会儿我们就要去染这个上面的颜色了。好，你看啊，这个颜色调了以后，大家看，直接就是胭脂色，加一点太清蓝，这次颜色比刚刚的那个紫色调更加的紫，颜色更加的紫一点。把它染好以后，调好以后，好，往上过渡。直接往上过渡。要把这个树啊，把它很好的衬出来。好，把它染了以后，大家看这个30自己留了这么一点，这个时候我们再加点颜色。坐标。橙黄，胭脂，还是有点紫色调在里面。这个，但这个颜色明显比开始的颜色呢就要更加的亮丽。由于靠近紫边了。所以说，在染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啊，不要让这个颜色浸到这个水中去了。你看这个颜色哈，它又厚重，又透气，又透气。当然现在是湿的，你们从屏幕上看呢，有可能会觉得，不是这么这个哈。但是从我现场看的话，这是每一根线条都非常清晰的露出来的。好，把它们画了以后，将就这个颜色，我们再调一点这个藤黄色。你看，用勾染的形式，把这个树干这些把它染一下。在染的时候就要注意，怎么样呢？你看我们这个树干它有些纹理是比较密集的，有些呢它也是互相的这个扭曲，因为这个树它是比较，你看树龄比较大。所以说这里的纹理是非常丰富，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就要注意什么问题呢？用勾染的形式，染什么地方呢？就是染它伸进去、凹进去的地方，就是纹理比较多的地方，去把它染了。染了以后，留白的地方基本上都把它露出来，一会儿我们用亮一点的颜色去染它。在染的时候就要注意水分不要太多因为它后面就是水你水分太多的话，不要把颜色跑到水中去了。好，你看，现在把这个一染了以后，稍微擦了一下，整个的树这个感觉就出来了。好，这边也是一样的，这个树更大里面的纹理更丰富，也是用同染的形式，不是勾染的形式。曾老师最近看世界杯了吗？看，我从小特别喜欢足球，后来因为中国足球确实太差，就基本上就不看了，但世界杯还是看一下。
我看世界杯跟你们不一样，我是听世界杯。这2天我正在创作我的画册，我是听着世界杯画的画，感觉真的爽得很。不知不觉，就是像昨天我画了一张非常难画的这个夹页。要是平常画的话，累得我不得了。我听着世界杯，一场球下来，哎，这本大篇幅的夹页就画完了，哈哈，爽得很。你们看啊，也是稍微的勾勒一下，多余的颜色呢，我们可以到哪里？到这些地方来。老师看世界杯啊，我看刚刚前面老师说了，后面有位应该是周老师嘛，然后马上又问老师看世界杯嘛。老师看世界杯啊，老师是边看世界杯边画画。对对对，边创作。你们也是哈，听世界杯。其实有时候电视啊这些我都是听着就可以把它给边画边听，也挺好的，一点不影响画画。哎，你看这样子就把这个颜色用光了，我们再调点颜色。这个时候呢，鼻上的颜色也差不多也光了，这盘子颜色也光了，是吧？我们如果是平常的话，我就会把这个颜色用到画上，但是镜头跑来跑去也不舒服，算了，我还是就真的平常我是很少这么浪费颜色的，基本上都是把它用到画上的，因为这画上大多数很多地方都能用上这些颜色。我们调一点比较亮丽的颜色。今天这段话，因为也是时间比较紧，所以说我都专心画画，没有看大家的留言哈。好，这个时候刚刚是勾染，我们现在这一层很亮的这个颜色呢，就轻轻的照染一层，也不一定全部都把它染了哈，最该流亮的地方就留下来，好，其余都把它染一下。刚刚说到老师正在创作下本画册啊，就有好多问到老师下本画册是画哪里呀？什么时候出啊？什么这些，具体的什么时候出版发行的话，这个大家关注老师的微信公众号啊，就是直接微信搜索增钢彩墨画院啊，只要关注的话，老师下本画册出版发行了的话会通知的啊，大家就可以去订购了。这个时间也说不定，因为出一本画册，需要的时间还是挺长的，但肯定是在明年会出。关键是还看疫情怎么样。现在我们要到福州去，都还不一定去得了。
你看，现在我就把整个这个树把它染了一道，染完了以后，这个树跟这个水的颜色，树明显就要深一点了，是吧？就要深一点了。把这个染完，然后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下，